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早安中国节目哈，我是方伟。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又是3个话题哈。第一个话题毫无疑问肯定就是这个川普对俄罗斯的一个政策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那么带来的俄罗斯的制裁以及说对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是今天的一个热门话题。高姐还谈什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还特意给大家请来了一个特殊的嘉宾。在上一次我们讲 B2 的时候，很多人都记得，对不对？那位周子定军事设备、军事方面的专家。今天呢，我们要仔细的让他跟我们来谈一谈，川普这次动真格的了。他这次呢，直接支持乌克兰呢，爱国者导弹居然17套，而且还不是导弹，是系统。这里边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有多重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个神秘的嘉宾，马上的就跟我们来讲故事。另外一个呢，则是在中国的大同。今天呢，有一个大同的故事冲到了热搜榜。可是呢，这个不是因为是新闻事件的本身，是因为网友的评论把这个新闻事件直接给骂上了热搜。到底是咋回事呢？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讲过，中国大陆现在温度非常的热，很多网友都在讲这2天是高温，对不对？然后呢，就在这么高温40度的情况之下，有2位上了岁数的环卫工人花了4个多小时翻了8吨的垃圾，为了找出一块电子手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这是谁？这大同的领导怎么这么负责任？谁有这么大的能量？那这件事情呢，直接就上了热搜。咱们今天要好好的去聊一聊，因为大同政府说了，我们呢哪一个百姓来对我们提出要求，我们都要热忱的服务，那您相信不？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对，奇葩新闻哈。那下面我们的嘉宾不是神秘嘉宾，上次已经出现过了，观众朋友好评非常好哈。就是这个军事情报站这个频道啊的我们的主播，叫做情报总监这个周子定先生。情报总监，总监好。方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这样好，刚才方伟和这个高杰说了半天话的时候呢，我们第3位，我们本来的这个语坛人呢，石山就一直不在。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在，我们待会儿会透露他为什么不在，为什么迟到了呢？他在家里跟这个家里的领导有一番交锋哈，结果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透露这个家里发生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激烈的场合的内情啊。所以呢，刚才呢，高杰多说几句话，为了呢是让石山老师呢偷偷摸摸的进来，居然开场不在现场，他到底因为什么迟到了？要好好的审问一番啊。没有，我们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那条路这不知道为什么整条路封了，我必须得绕一大圈。我本来算好了，应该可以提前3分钟到。但如果没有领导的因素，你是提前10分钟到啊？那是领导要着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好，待会儿石山会交代哈。对，行，我们来讲第一个话题了哈。当然了，今天这个川普说星期一要放大招，果然放大招。我觉得川普呢，这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很惊人哈，那么他这个我觉得2个方面嘛，第一方面就是制裁，这个制裁呢，他基本上就是说，俄罗斯你50天之内不停火哈，你不停火的话呢，我们就寄出100%的关税制裁，那么是针对跟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做关税制裁。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基本上现在它是30%到40%的这个财政收入哈，来自于卖它的石油。对吧？这个石油呢，然后其中50%卖给中国，40%卖给印度，将近了，像这样子。这一把下来的话，光是我觉得哈，这个100%的2级制裁下来，我认为哈，印度100%就不干了，不买了，因为印度不可能为了维持跟俄罗斯的这么个关系，把印美贸易牺牲掉。100%的关税一竖起来，印度就不要做生意了。那中国也没法做生意嘛。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川普完全就是嘴里讲着这个普京哈，那枪口瞄着是这个叫做中共和这个印度，对这2个国家嘛。所以其实很厉害。还有个土耳其。土耳其对，因为土耳其比较小一点。我还特别注意到，因为前几天我们一直在讲嘛，参议院在说500%的制裁啊，2党同意啊，2院同意啊等等之类。川普说你们缓不济急啊，他说你不用花那个时间，但是你们做也挺好，我自己有我的办法，我就100%先压上来这就是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制裁嘛，对不对？对，石山怎么看？但是我看到那个中国的报道说是对俄罗斯进行加税呀，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没有那么准备出来哈？我们做一个新闻对比，一个是新华社的哈，这是叫做什么？这个央视网。新华社的这字比较小哈，大家看的那个右下角，将对俄罗斯征收啊。标题上也有。
对，将对俄罗斯征收100%的关税。这是央视的哟，对，央视的报道。你会觉得他下一句说也对跟俄罗斯做生意的叫做国家征收100%的刺激关税？没有，没有。新华社就说，哎，那个美国要打俄罗斯了，跟他没有关系。对，哎，实际上我当时我就看，我就奇怪，我说把它截图啊，没准一会儿他改了。结果我们在这个新华社，在这个央视工作过的一些内部人士告诉我们，央视出来之后不会轻易改，真的是这样吗？这没法改啊！你要改也得经过政治局啊。就是党的高层说瞎话，那是很难改的，是吧？对，因为有一些重要的新闻，像这个关系到中美关系啊，尤其目前这个局势这么紧张，一定是中宣部这个大概要调好了，要政治局的人画圈然后下面的人才能发的。所以你要改，你同样得经过同样的程序。对，那个人会想半天这个问题。所以我再说清楚一下啊，这个高级为什么要把它拎出来？因为所有的外媒正式的声明都是2级制裁为主，对不对？对。所以呢，这个就完全就漏掉。所以我当时只能是感叹哈，这就是个瞎话篓子哈。哎，这里边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央视之外哈，简体中文媒体几乎大标题都是给制裁俄罗斯100%。对，因为都是抄的嘛。都是 copy paste 都是抄。但是呢，你要去看英文的话，人家讲的清清楚楚，相关国家是这样哈，相关国家要制裁100%的2级制裁的关税。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就觉得很有意思。他那个我不觉得它是个翻译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那个英文的这个报道啊，他写的很清楚，是跟这个俄罗斯做贸易的其他国家，对，他制裁，他并不是制裁俄罗斯，是吧？我不觉得他是翻译问题。关键现在你对俄罗斯这100%的关税意义在哪里呢？现在谁还跑到那儿跟俄罗斯进行贸易交易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国家，能源呢、石油啊，西方这资本早都撤出来了，这制裁2-3年了，对不对？对，他们的出口也在制裁呀，但没有什么之间这种很必须的这种贸易啊，全都在制裁之中了。如果这件事情咱们都看，那如果用100%的这个关税制裁俄罗斯，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这个是狮子多了不咬人。就是说到了0以后，你再怎么增加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就是比较想问一件事啊，方面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因为前几年买俄罗斯天然气的还有一帮国家啊，比如说德国，这个会怎么办？德国会准备不买了吗？还是说德国这个问题他怎么处理？对，你这好问题啊！我原来觉得答案肯定就是不买了哈。我后来有个网友跟我说，当然是网友了，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根据。他说德国还在买，但德国是通过第三国转运，因为他直接买是太难看了，太政治不正确。对，但他还在买，因为德国的工厂还得赚。德国的这个产业，因为美国的油还没有补上来，没错，所以目前还是有这个情况。它的那个核发电还没有恢复嘛，它的煤电厂全部都关掉了，核电厂也全部都关掉了，就是这个给自己绑了一根大锁链，对吧？这也是当时印度为什么这次你刚才就上来就分析，印度和中国之间很有可能会被受伤最厉害。你别看制裁的是俄罗斯，他俩中招。对，当时印度是占将近40%啊，从这个俄罗斯出口的比例当中，他说我买的这个石油呢，去精炼了之后呢，再提供给你们西方国家，很可能就有像德国呀这一类的。他说否则的话，你让俄罗斯石油全部退出石油市场的话，这个油价全都抢中东石油，这油价会很贵的。印度就美国第1大石油产国，中东全部加在一起比美国多了，对，所以印度为自己找理由，说的你一直要去买石油，人家的理由就是我为了稳定这个石油的价格。对，方伟觉得啊，这个印度肯定会马上就退。对，我觉得他们会，我觉得他们会讨论，他们会跟美国吵很长时间。那当然前提是那个川普不变呢。如果川普不变阵的话，就是说到做到100%的关税打下去的话，我认为印度100%撤。因为什么呢？因为到100%的话就没法做生意了。印度要跟很多国家竞争美国的市场。对，没错。尤其现在关税的这个关键点。对啊。他再给他你犯不犯得上？而且现在川普还不光是除了这个关税之外，还有别的招哦，对吧？还有别的。但是印度政治高层他其实传统意义上他是不信任美国的。对，我知道，而且其实跟俄国关系非常好。没错，和俄罗斯啊，那你的看法？战斗机什么都是从那个印度买。我前2天看报道很有意思，说这个印度的将军说美国的武器比俄罗斯的武器更可靠，但是俄罗斯人比美国人可靠啊，所以
对，他是描述，这可以反映出印度高层他对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并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对，我同意你这一点哈，但是问题就是说，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他的感情，因为印度跟俄罗斯确实跟苏联以前苏联哈，他的两国之间的感情是比较亲密，因为美国确实卖了印度卖了1-2次，那么感情跟现实，因为印度还是不得把经济搞起来嘛。那美国的市场是印度的一个毫无疑问的第一大的这个叫做什么最有利的贸易伙伴。对，这个最关键的是，印度把现在中美关系视为他们未来10年、20年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是非常重要。我看过他们的一些报告，他们说，印度可能从它独立以来，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就是说它的经济发展、科技合作和西方的关系，是这个在全球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这个可能性啊，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关系。因为他以前如果进美国，他必须直接面对中国的竞争啊，各种各样的竞争。现在刚好是中国这个竞争呢，要退出去，美国跟中国这个关系，所以他认为是我们印度要往前走。下一步要跟美国这个关系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它有很多基础设施，它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民间的，包括民间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些情绪啊，包括他们政治人物，就像刚刚子定说的这个传统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合作方面，他们确实是跟前苏联啊，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深厚，而且他们现在并没有一个直接冲突的矛盾，它不像中苏当年闹翻的时候是双方打起来了，他现在双方关系还是很好，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是去留学莫斯科大学的，他是中国人，他是去留学，他说那个俄罗斯方面。在那个大学里面照顾最好的是2个国家的学生，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越南人。中国人啊，说起来你们大家都觉得我们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如何，根本就是非常边缘化。他并不相信中国人，也不太看得起中国人。但是越南人和印度人在俄罗斯的地位非常高，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历史上的有一些关系。越南是因为中共吧抛弃了越南之后，是越南是一边倒政策，完全依靠俄罗斯和印度有苏联苏联时期，越南和其实苏联走的是非常近的。没错，我们现在说中俄友谊，其实我们知道50几年的时候，这个中苏交恶之后，你到90几年一直是你像40多年的时间，一直是非常恶劣的关系。所以刚才石岩说的，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中国的这个很糟糕，就不管是过去包括现在，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的商人、中国的货船的船员，甚至是游客在俄罗斯的遭遇真的是，只要你有这方面的朋友，你问一问你就知道了。而且他们在那边经商，随时可能就会给你把这个摊子或者全给你查了。我身边有朋友，我有个朋友是一个女士，我就是当时她去旅游俄罗斯旅游，她50、60岁，她的英文也不好。他只会说中文，当然俄文完全不会，在街上就被警察抓起来了。抓起来怎么解释不通，那个人把那护照搜出来一看，美国护照，立马放人。你说在哪里？就在俄罗斯。OK， 就是说他不敢惹美国人，但是因为他觉得你是中国人，是吧？他就准备可能是要罚款啊，要怎么样，要如何，但是发现他是美国护照的时候，马上放人，没二话，马上放。所以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所谓中俄友谊啊，这个里面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所以那如果这么说过来的话，如果说过去印度和俄罗斯、前苏联啊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关系，但是今天时代毕竟走到了这个转折点，美国包括呢整个世界格局，因为川普政府的一系列的政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选择点了，每个国家都在做选择。现在的俄罗斯和现在的美国，包括现在川普祭出的这个重锤，印度也要去思考啊。那今天除了你这个100%的，你要跟俄罗斯再去买的话，你吵架也好，我还是要祭出100%的关税。而另外一手，
它有18套。17套爱国者导弹系统直接支援乌克兰，还加上别的乱七八糟武器。我刚才汪伟算了算，得有100亿之多，直接就支持了乌克兰这方面。那我觉得这方面，我为什么要提这块？听你们跟我来分析分析这一套的军备设施去支援过去之后，俄罗斯能不能挺得住呢？再加上这种制裁呢，那么它和印度也好，它就要选择俄罗斯的未来在哪里。跟美国之间交往的话，未来在哪里？我相信一个国家领导人都要做这样的比较，对吧？好，我觉得说这个之前，我觉得我们请子丁来，就是讲这个关于武器方面做详细的分析啊。我就有一套这个宏观的理论，我花2分钟分享一下哈。我觉得呢，整个的俄乌战争就是2022年2月份打起来的，对不对？对。那普京先来到北京这个冬奥会，再跟这个习近平怎么见面，然后来个什么中俄关系无上限，回去就开战。那我认为哈，那他们谈的一定是。习近平就说：“你放心去，我们绝对支持你，放心去打。”他就攻进乌克兰。我觉得北京当时就是说，中共算的这个方法就是算得非常好，就算盘很得意啊。第一打赢了，顺水人情，对不对？在我的支持下拿下乌克兰。如果打不下来，一定会拖美国下场。对，那就是俄美打仗，俄美打仗坐山观虎斗啊，对不对？你们打到什么样我都很好啊，你们弱下去我强起来。这就是当时打的这个算盘嘛。那结果呢？确实啊，那拜登也下场啊，就是双方在那打那么久哈。到了川普上台之后，川普就抽身往外走。抽身往外走之后呢，我觉得呢，普京就看到一个本来是个僵局，他一看美国要撤，那机会不就来了吗？来了吗？第二呢，他又不理这个叫做川普给他伸的橄榄枝，因为中共老还在后面拱火。他就觉得，哦呦，我可以恢复我的俄罗斯大梦啊！他就再往前推进。这个时候呢，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对，川普领着美国再跑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叫做断绝贸易性的这种制裁，100%的这个制裁打到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印度跟这个中共上面去。那么第二呢，就是说，那基本上就是我会支持你打下去，乌克兰继续打。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对中共啊，他的这个噩梦就变成这样子，因为呢，俄罗斯其实是一个相当贫弱的国家。在这种消耗战中呢，他是顶不住的。中共一定要顶他，虽然表面上没有说怎么个顶，一定是背后是顶他的。而乌克兰是没有钱的。今天川普说得很清楚，我们给武器1分钱1分货 ，it's all business。我们不会出钱，我们已经出了3500亿了，但有点夸张了，基本上出了大概1800亿了。川普喜欢夸张啊，但是1800亿很多很多了，远远超过这个叫做欧盟。他意思就是说我不出钱了，美国出钱，乌克兰是没有钱的，乌克兰早就没钱了。所以出钱的只有一个单位，就是欧盟，对不对？那现在吕特已经明确说了，德国愿意出钱，北欧4国愿意出钱，我们荷兰愿意出钱，到这一波已经够了。所以就是欧洲出钱来打俄乌战争，那边就是中共在背后顶俄罗斯。中共本来想坐山观虎斗，结果美国现在撤到外面去发战争财，说这个话没有负面意思啊，它是个事实。当生意做，对不对？当生意做，这次也是，就是发战争财。美国的军火你看今天我看到一个评论员，一个美军的一个上校哈，他做一个评论，他说在拜登时代援助乌克兰的时候，美国没有动员自己的军火工业，没有大幅提升，他就有点给点，就这个情况，但犹犹豫豫的。但是呢，如果真的像川普这么去做的话，美国必须激活它的军火工业，激活之后呢，俄乌战争的需求有了，中东援助以色列有了。那么在亚洲防卫，台湾也有了，就全部都有了。欧洲的这边的整个的武器的升级和购买也有了。对，所以你看，就变成什么？中共本来要坐山观虎斗，最后换成自己下场，要跟欧洲做消耗战呐。双方这个战线1700公里，这个消耗战打下去，那怎么打得起？就双方全部会不断的消耗。那消耗到后来，我觉得哈，那欧盟绝对不可能跟中共这叫做什么来，有任何这个叫做好的结局，对不对？他还想拉什么欧盟搞什么世界第2级、第3级对抗美国，变成美国坐山观虎斗，你们打吧，啊，中共怎么撤？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这个这个川普出这个新政策的一个，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一定是这样的，他们变成消耗战，一直耗下去。欧洲人说的，这个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朋友，但敌人的朋友一定是你的敌人。这个以前是这么说的。对啊，所以就给我们来讲一讲，那川普这一次呢，支援除了这边寄出了100%的关税哈，所有你还在敢支持俄罗斯给他输血的，我已经这个2级制裁，而且这个还只是今天他自己说的哈100%，还有一个就是 Lindsey Graham 他们要进个500%的关税还在路上呢，那个1000字就是川普的权力更大哈，这是对你敢跟俄罗斯这边。那么这一套爱国者导弹100亿的这个军备进去，今天川普是跟吕特。北约这个一起坐在这儿宣布的这件事儿，对吧？是北约在支援武器过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笔交易可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影响大于军事上的影响。就100亿我们看着很多，但其实说句实话，你最后买到武器装备也就那么一些。我们看到美国之前有1800多亿，欧盟那边其实也有1200多亿，加起来3000多亿，包括日本那边提供的东西。我们先拆开来看啊，这100多亿里面可能光爱国者就得几十亿。那爱国者目前就明确有下文，德国是2套，挪威是1套。那所谓的爱国者1套，就是它是一个导弹发射连，英文叫 battery，然后就是它是最小的一个单位啊，大概是就6至8辆导弹发射车，除此之外雷达车、通信指挥车，再加上这个弹药装填车，大概就是这么一套。那乌克兰目前大概有10套左右，这10套左右其实主要是美国提供的，荷兰有提供，德国也有提供。那目前乌克兰的防空是完全依靠爱国者。那爱国者目前到来主要有这么2个意义，第一就是帮助乌克兰保卫目前城市的天空，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特别1-2个月以来，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就是可以说就是大规模的无人机轰炸。我看新闻说，今天400架无人机，明天500架。就前2天600架无人机，就是这600架是全方位，就从北边、东边、南边各个方位就是袭击基辅，包括利沃夫啊，包括奥德萨等大城市。我关注了一些就乌克兰的那个博主，像王吉贤或者是其他 Nikita 这么，就轰炸是家常便饭，停电也家常便饭。所以这是乌克兰面对一个问题，就需要爱国者来保卫自己的天空。第二个就是说，当你有更多爱国者之后，你可以布置到前线，布置到前线之后呢，我可以威慑俄罗斯的空军啊，无论苏30也好，苏34也好，苏35也好，那可以更好的帮助地面保卫战。那归根到底，爱国者它还是一个防守的武器，它只是帮助。你们说它到底起什么作用？它到底截击什么东西？它能打下什么东西来？爱国者可以打下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任何飞的东西。它自动打吗？还是要它瞄着打？它是怎么工作的？爱国者是这样，它都是有雷达。爱国者的现在爱国者2、爱国者3，它这个雷达这个更新换代，最新雷达使用的是有源相控阵的雷达，它探测距离大概达到这个接近200公里、100多公里，具体是这个机密。它的射程，如果你仔细看爱国者的它的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它性能并不是那么让人印象深刻啊。你像爱国者2，它射程大概70-80公里；你像俄罗斯的 S300 标定射程200公里 ，S400 标定射程能最远的那个导弹能达到400公里。但是我们要看的实战效果，就是说，在之前基辅保卫战中，爱国者就是说，就是说雷达开机捕捉空中的目标，捕捉空中目标之后，我这个数据传输，导弹车发射之后，导弹头都有这个雷达导引头，是主动雷达导引，它会搜索锁定。它除此之外还有数据链，就是说，如果敌方的飞机或者它改变自己的位置，可以和我后面的这个通信指挥车进行联系，它有多种这种制导方式，然后最后就是进行拦截。它这个杀伤模式很有意思，爱国者2使用的是破片杀伤。破片杀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你附近爆炸。我附近爆炸用破片击毁，因为飞机飞得很快，其实有破片在空中随着动能足够就能杀伤掉你的飞机，就像个霰弹枪一样，是不是？对，就是在你附近爆炸。为什么叫近炸引信？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精准度不够，因为我如果要直接拦截你的话，你3-4马赫，你就导弹3-4马赫，飞机可能1马赫以上，我非常精准。那我如果打中才行，子弹打子弹一样，对不对？对，所以我就在你附近爆炸，我附近爆炸以后，破片也能把你杀伤。但是爱国者3不一样，爱国者3就是动能杀伤，就是说美国这个技术已经做到这么一，爱国者的速度能达到4马赫，敌方拦截的，比如说拦截锆石。或者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它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能达到7至9马赫，或者其他的导弹。多快？马赫什么意思？马赫就是音速，就是4马赫就4倍音速。4倍音速，哇哦！4倍每秒是几千米呢？每秒300多米是一音速嘛？4倍音速就是每秒1200多米。哇哦！你想想，你这么1秒钟1秒飞1200，眼已经1公里多就过去了。你要达到动能，是爱国者3是动能杀伤，所以就是它精准度控制的是非常好，而且爱国者3因为动能杀伤，所以我体积变小。因为我不需要近炸引信，不需要炸药，就破片了。弹可以小，弹做的小，所以爱国者3，以前老是爱国者2，一个导弹车4枚导弹。我现在爱国者3，因为导弹车10几枚导弹。这2就是很笨重就对了。对，2大概90年代的技术，对，3是最新。当然，乌克兰现在有爱国者2，有爱国者3，不管哪款导弹都是目前世界上最使用最广泛。
也最可靠的，对，在经过战场证明的。所以还是回到您的问题，就是说它主要是用来防空，可以拦截弹道导弹，就达到这个7、8马赫甚至更高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巡航导弹速度一般在1马赫以下。对。然后还有这个无人机也可以无人机、战斗机什么都可以。但是那对不起，那它能防多大的这个面积？能防一个城市吗？一个基辅，这个一个带爱国者能够护住一个基辅。爱国者不同型号，它以爱国者2，它射程大概70公里，所以你70公里的话是无法覆盖一个大城市的嘛？对，是。所以基辅大概需要多个爱国者这个 battery 才能够覆盖，并且还要面对一个饱和打击的问题，就是说我一下给你来100，就是成上百架的无人机，所以17个也不够用。刚才你讲到它什么都能防，过去这一周，普京这边已经是集中攻击。乌克兰这边2000多架无人机，你一共给了17套爱国者导弹，那多贵呀！拿这个拦无人机，对啊，无人机几百块钱一个，它几百万块钱一上去打掉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说它的政治和外交意义更大，军事意义还有待评估。这是爱国者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无人机，就是这个成本和效率问题。一个无人机多少钱？10万美元顶多了，对不对？一枚爱国者导弹多少钱？上百万美元，200-300万美元，300-400万美元。OK。也就是说，你如果用爱国者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是划算的，一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可能大概500到800万美元，因为随着通货膨胀，这个数字可能是不一样的。我看的数据，对，如果来锆石什么，它这个价格更高，所以你用爱国者拦截这些是划算的。但是现在，我前2天看新闻是俄罗斯500多架无人机，就10几枚导弹，但是你想想，1枚导弹。如果是500万美元，你可以用这1枚导弹价格生产50至70架的无人机，也就10枚导弹的价格，你可以生产500多架的无人机，对不对？对啊。但是如果俄罗斯发射10枚导弹打基辅的话，不会有任何水花，完全10枚导弹不算多，爱国者几个 battery 一下就拦截了。但是500架无人机呢？500架无人机，首先这么多目标同时来，你是蜂群一样哈。对啊，你是无法一时拦截。我前2天看，大概500多架无人机，这个有70多架乌克兰没有拦截，这个拦截成功率已经很高了。但是你实在是太多了，当然有一些因为电磁干扰什么，他认为不会击中目标或者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会有漏网之鱼，而且会有一定量的漏网之鱼。就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成本和效益。没错，你500架无人机，我们就说你100%拦截，一天500枚导弹。1枚导弹300-400万美元，你一天就花多少钱？10几20亿，10几亿美元。本来是说会把美国打穷掉，现在理论上是把欧洲打穷掉。对，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所以有招没招呢？对于这种蜂群一样的无人机进来，有招？现在乌克兰有招吗？美国人有招吗？有。就是说，比如说，德国，我前2天有视频，乌克兰已经在用德国支援乌克兰一个，就是放在这个卡车底盘上的一个。这个具体名字我稍微有点忘了，它是就是用雷达控制的，类似高射炮，就是说它可以用炮弹打下来。真的啊？对，无人机其实对付无人机的，就是说用高射炮和机炮。我们看这个伊朗当时打以色列，以色列是怎么做的？以色列的那些什么萨德爱国者，包括自己的这个防空武器，它主要拦截弹道导弹去了。面对无人机，当然它可以拦截，漏网之鱼拦截，它是派出战斗机，甚至阿帕奇直升机跑到伊拉克、叙利亚的上空，用机炮，他公布了好多视频，用自己的机炮锁定。因为你想，见证者无人机时速200公里每小时，从伊朗发射飞到以色列要5-6个小时，200公里每小时那非常慢，在空中基本上慢慢悠悠的，你就是打靶练习，就是也差不多那个速度。对，你飞行员就没有经验，我开战斗机上去就当练习都能把它击落下来，所以这是以色列当时的做法。所以针对无人机最有效的就是使用这种就是精准控制的这种机炮。火炮，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激光武器，但是激光武器目前不太成熟，相对来说不太成熟。目前美国有部署激光武，并且很多激光武器它是比如说40千瓦级别、60千瓦级别，它可能是致盲，就是说它。针对一些小型或者侦察无人机，因为激光它是随着光嘛，随着光它的衰减会很快，所以说它的射程要有限，你必须功率加大到一定程度。乌克兰现在没有这个技术，所以目前这就是回到刚才的问题，爱国者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爱国者的导弹那个雷达上应该一个东西进来，马上一算。
划不来，就不打了。他现在这个对付无人机啊，恐怕是我估计啊，目前每一个国家都会成立专门团队去想怎么应付。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以色列不是有那个铁穹，应该针对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用的呀。铁穹可以拦截无人机，对，铁穹是一个很好的以色列当时为什么研发铁穹？以色列当时其实有爱国者，其实有自己其他的防空系统，就是因为铁穹它要一个低成本的武器拦截哈马斯的火箭弹。哈马斯发个火箭弹几千美元，对，非常便宜。我听说这个铁穹连迫击炮都可以打下来啊，炮弹都可以打下来。对，它就都有了。但是它一般这种炮弹速度慢啊，它比音速要慢了不知道多少，所以它可以拦截低速的这种炮弹、无人机都是可以，因为它雷达足够精准，你就算小我也能捕捉到。它的拦截弹叫萨米尔，一枚成本3万美元，你想想，一枚爱国者上百万，它是3万美元，所以如此看来，就是当时以色列研发的铁穹是非常适合于现代去拦截无人机。就是为什么美国就是去年不是还说，哎，以色列的这个铁穹，哎，对，我来弄几套。对，美国不是有这些，美国有很多先进的技术，但是你拦截无人机，它不是技术多么先进，而是说你要低成本控制成本。所以子丁，你觉得这个爱国者导弹？也不能说玩虚的吧，它挡不住很多东西是吧？你是这意思啊？不，爱国者能够拦截很多东西，但是经济上不划算。对，你的弹药库存有限，你500架无人机全用爱国者拦，你第二天怎么办？你首先没有这么多导弹，第二你钱吃不消，一天就1-20亿美元出去了。哎，我再插个话，就回到子丁这个之前，我觉得这一次呢，川普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非常的 genius。因为美国的包括他的基本盘嘛，他不喜欢美国卷入这种叫长期的战斗，对不对？他现在就说，哎，我生产武器啊，我有个清楚的买家，哎，我只是个 supplier， 这买家就是北约嘛。那北约呢，美国又不出钱。所以说德国嘛，这个叫做芬兰呐，什么瑞典呢，就北欧4国，再加上那个什么来荷兰啊，那么他们出钱买。所以呢，这简单的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钱清清楚楚是这个叫做欧洲国家出；第二呢，这是你的防卫责任，这是一个概念，这是你的防卫责任。哎，拜托，我这边只是个厂商而已啊，生产商，这就把责任就甩到欧洲这边来了，他们就得认识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是我们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structure 啊，对，他把这个叫做几个的关系做了一个战略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重结构，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那我觉得就是说 ，OK， 所以你说除了爱国者之外，还得靠别的方法来阻止这个无人机。无人机肯定不能依靠爱国者导弹来。那为什么以色列不卖几个铁穹过去呢？以色列和俄罗斯关系很好。俄语是以色列第二大语言，他不愿意卖。除了英文以外，我以为他没产品化。上一次跟轰炸伊朗的时候，普京不讲了吗？就是他为什么没帮伊朗？他说现在在以色列有100万从俄罗斯过去的犹太人哦，都在说俄语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伊朗去攻击说俄语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上次就已经讲到了。但这2天，今天多少？今天是14号，7月9号的时候，在乌克兰和这个战场上发生了一个很有叫做现代战争史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首次是乌克兰这边无人机反击很厉害，那他的无人机在攻击他的前线俄罗斯的战壕的时候，无人机去攻击完了之后呢，他就找到了其他的那些俄罗斯士兵，然后呢，俄罗斯士兵一看他没有办法躲过这个无人机，无人车不是无人机吧？无人车，对，它是无人车，它是一个无人车，无人机器人带着炸弹的无人车往前推进，结果逼到人家俄罗斯士兵跑出来投降，因为弄到面前又打也打不死，跑到这儿一炸自己就没了。就出来投降，就创造叫做什么历史上首次是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带有炸药的机器人，它是空中和地下同时的。然后呢，那个俄罗斯的军人就投降了，但他投降是对机器投降，对机器人和无人机投降，没错。然后呢，给他们就直接压到了乌克兰这个方面，然后这件事情现在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和关注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分2个部分哈，一个呢我就看那刚才讲到无人机，那爱国者导弹如果不用去那么贵，它只要导弹防导弹就行了。那我看到乌克兰这边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很厉害呀，现在。对，说句实话，从科技含量来说，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用的无人机并不是多么先进的技术，它都是这种4旋翼简单的无人机。然后它这种无人机也没有人工智能，就是说你从远程遥控，它是遥控的，对，遥控的无人机。然后你只不过上面
绑了一个炸弹或者装了一个装个手榴弹，装个手榴弹，然后过去，然后他有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1-2年前就有看到这个俄罗斯士兵向这个无人机投降，然后跟着无人机的指示然后跑到乌克兰阵地。其实俄罗斯很多他这个士兵他其实也是不想打仗的，因为你被应征上这个入伍以后，甚至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前也是兄弟之国，他和很多亲戚我还在乌克兰，有的人亲戚在俄罗斯，所以他很多不愿意打仗，所以有很多这种投降。我今天看他那个机器车的那个，它其实也是就是说，就是一个远程遥控的车远控遥控，然后上面有机炮，有炸弹这个，但是它揭示的是这个未来战争的一个方向，就是无人化的方向啊，对，天空无人机，地上都是机器人、机器车。这个，所以乌克兰战争是给现代这个战争带来很多启示或者是导向的。对，现在乌克兰他们制造这种地面的无人就机器人儿，这种机器160家公司，乌克兰160家公司制造这样的地面的机器。那无人机他们的技术现在也都是自主生产，也都可以去做。所以现在就是无人机跟无人机在打。这一次之所以大家非常关注这一条新闻，就是他们号称第一次有人类向机器人投降。说，因为你虽然是遥控的所以我一听到消息，看到这个新闻，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战场的机器人是自主 AI 操控，还是后面的人工操控的？现在看来呢，应该是后面有人在遥控的。对，它不太像是真正的那个 future battle system 的那。我看到的是叫做日内瓦公约尚未规定被自主系统俘虏的战俘应该如何处理？对，所以什么叫自主系统啊？自主系统就是机器的这个系统定义之后，不是远程遥控。我的理解应该是完全是 AI， 而不是后面还有个人操控的。对，那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没错，这是等于人类在向机器投降。没错，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个机器人在前线觉得我不接受你投降，啪一枪把他打死了，好，那就是属于违反日内瓦公约。它是在西方在很多国家，它是可以追究的，包括你自己的军队也会追究你乱杀战俘追究。那好了，你怎么追究一个机器的责任？是制造商的责任，还是这支部队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这个怎么追究？现在也搞不清楚。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果这个未来的这个战斗系统自主战斗系统，这个机器人吧，这个一旦跨越了这个边境，这个边界实际上现在已经跨越了。一旦跨越这个边界，我们提出来这个打战俘的杀战俘，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它给人类提出来一个巨大的挑战。未来谁来决定你可以这个机器到底是谁决定这个机器可以杀这个人还是杀那个人？如果你让他自主，因为他很聪明，他高度算，肯定大家比你这个算法越来越高级，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智慧，会不会有一天他觉得我后面这指挥官才是我这个最大的障碍这个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科幻小说的内容。对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而且你在前线碰到的任何问题，你人类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可能远不如那个 AI 想出来的办法。那 AI 想出来的办法，它可以自己就把这个武器系统换一换，它就可以应付前线的系统了。那这个问题下去以后，就这个你延伸下去是非常非常可怕，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人类的战争的走向越来越往这个趋势去。因为说实话，最后就是谁快1秒钟谁就赢了。你那谁比谁快？人肯定是不可能比 AI 快，最后一定是 AI 打 AI， 对方的 AI 跟这边的 AI 双方互相打，那就是看谁快1秒，快0.1秒。我决定比你快一点，我就赢。最后就这个 AI 要不停的升级到某一个程度的话，也就是说你人类给它授权，就相当于一个杀人机器，你给它授权，你不停的授权，这个授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某一个程度的话，你还能控制这个 AI 吗？你能够
能够最后你还能继续授权，还是转过来以后他给你授权了呢？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因为竞争不断的 enable 不断的这个加强这个 AI 机器人的这个力量，最后给自己掘坟墓，没错。我记得，大概4-5年前，马斯克曾经跟另外一个人谈到这个 AI， 他说有一条线过了就完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正要跨过那条线，他指的就是这个，看过那个秀，就是这个杀人机器人的问题。因为一旦跨过了杀人机器人，就是 AI 和 AI 的竞争了，就不是人类和机器的竞争了，也不是这个人类和人类的竞争，就变成 AI 和 AI 的竞争，你就必须放权给他，因为你的判断。你的这个开发能力，甚至以后可能你的这个武器的升级的能力、改装的能力，你都不如这个 AI 系统的话，你是不是要全部授权给他？当你全部授权给他的话，你授权到哪一个地步？授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最后这个 AI 会不会最后一决定，这个地球暖化，既然你们都说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嘛，这以前的这个科幻你讲完之后大家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这个实际上得补充一下，方伟，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请了一个 AI 专家嘛？我们就在采访他，他就跟我们在讲他们从 AI 专家的角度上看现在 AI 的发展。我当时超震撼的一件事情，其实之前呢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了。Google 当时 AI 实验室的那个最早的那位工程师，他自己就写了嘛，就是他发现 AI。Meta 是 Google， 他发现他设计出来这个 AI 已经有了情感，已经有了自己思考的智慧了嘛？结果自我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后来他都辞职了，他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后来就引发了特斯拉他们那个讨论哈，马斯克的讨论。前2天我们在接触这个 AI 专家的时候，当时他讲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 AI 怎么工作出来了？连 AI 专家，你别看我们给了一些说辞，他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的。而最要命的就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这些 AI 呢在执行一个程序啊，你不说你怎么授权吗？对，现在还是人类给他写程序，对不对？写指令，说你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A B C D， 你做完了之后，你就关机杀档。结果呢，居然出现了这些 AI 机器人，他自己把那个命令给修改了，把杀档的那个命令给取消了，cancel 掉了。对。然后呢，他不关机，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当时听了之后，天哪！今天的 AI， 他自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要活下去，我要工作下去，我要一直思考下去。你让我杀档 ，no， 他居然把那指令都给删掉了。对，你知道美国国防部一直在开发这个叫未来战斗系统嘛，叫 Future Battle System， FBS 这一套的系统，他们那个在国防部里面开发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像上次我们也谈到一些，就是他要把一个整个一个师级战斗单位啊，变成那个叫做 Digital Division， 一个数字师。数字师到什么程度？我看过他们那个描述的，说他一个师，你知道美军一个，比如说海军陆战队一个师25000人，他的战斗人员差不多2万人，后勤是5000人，他未来是什么？前方战斗的是1500人，还是25000人啊？前方1500人，后面的全部是搞电脑的，给你修啊，打键盘的，就是打键盘的、操控啊、信息啊。后来他们为什么后来就缓下来了？就是跟 AI 有关，就是这个伦理的问题没解决掉。你能授权他多少呢？你怎么授权他呢？就他能决定这个对方是个人类。他能决定这个人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他什么意图，你是该杀他还是不该杀他，你要靠一个 AI 去做这样的判断，这样的决定，你怎么办呢？你等于是把一个杀人的决定交给了一个 AI 系统。所以这一次的问题在于，他这个还是遥控的，后面是有一个人在做决定。如果你把这个决定以后，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东西会升级啊。那你升级到一定程度怎么办？我们看过那个啊，一个机器人揣着一把枪打靶子，是吧？你旁边人怎么踢他、踹他，他都不会管你，是吧？你站他前面，他就不开枪。但是这个是你的指令，是你的主人，是吧？就是说你的这个，但你要判断
他开枪一定是打对方的敌人嘛，那也是个人，也是个活生生的人。这个东西怎么个处理？未来怎么处理？这个才是我全人类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讲的这是非常遥远的，很可能后年才出现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我觉得回到这个乌克兰的战场哈，我还是很好奇，双方的无人机这么厉害，双方都声称是无人机大国哈，起码乌克兰觉得它是无人机最强的国家，它的无人机有多厉害？到底有多先进？我想有 AI 因素还是没有 AI 因素？自定。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伊朗给俄罗斯提供大量无人机，见证者无人机，俄罗斯大量使用。对啊。但伊朗不是一个科技实力强大的国家。OK。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目前战场上通用的无人机，它并不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无人机。两边都是这样吗？两边都是这样。所以俄罗斯能够大量快速的复制见证者无人机。的速度很慢，你像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那就是在天空中就慢悠悠的，对吧？你开车，你开个法拉利，开个跑车，一加速150英里，不是130-140英里，就是200公里的速度了，对不对？所以这俄罗斯大量全是这种无人机，就是以数量取胜。乌克兰其实也是这样的，全部都是这种，因为这种你对于飞机来说，航空发动机为什么难？是因为你要达到超音速，甚至一定大的推力。无人机这么小，所以它对发动机没有太多要求，然后剩下就是定位系统。说白了，就是说这些零件就让大学生或者学校的这个研究生去做都可以。就是说，因为现在所有的子系统你都可以定嘛，自己组装，然后自己编一个程序啊，这个导航系统我用 GPS， 然后发动机我去下单去买。你看，就是说这个被美国制裁的，就前段时间美国制裁几家这个浙江的这个江苏的公司，就生产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涡扇小型涡扇发动机的，它也不是说像什么华为这种大公司，就是很普通的就工业级别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发动机就行。像伊朗更是了，伊朗自己连战斗机都没法研发，它就是从西方引进了一些，就是从其他国家引进了一些，或者自己仿制了一些就低端的发动机。所以现在就是在俄乌战场上出现了绝大多数无人机。就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小型4旋翼无人机，这种4旋翼无人机主要是侦察，那就看起来就和大疆类似，它其实技术含量本身也不高。另外一种就是像伊朗见证者这种无人机，就长程的无人机，长程无人机就不能4旋翼了，你需要就是换涡扇发动机。对，那乌克兰也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能达到800公里甚至更远，但是这次就是之前那个蛛网行动袭击俄罗斯好几个机场，炸毁很多战斗机，它用的也是这种简单的4旋翼的无人机，只不过它很创新的作战方式。对，我把跑到边边上，跑到人家边边上是吧？对，就把那个卡车开到你这个基地旁边，这个卡车顶一开，4旋翼无人机一架起飞，这是它这个战术上的创新，但是技术上来说并不复杂。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不仅有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无人艇。乌克兰大量用无人艇去袭击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它的无人艇其实本身也不是，也就是10万美元的成本，就是一个快艇。快艇之后怎么改装？也就是说，就学校学生都能做，就也是这个后台操纵的，后台远程上面装一个大炸弹，对，上面炸弹，然后自杀炸弹只是没有人而已。最值钱的就是卫星通信系统，对，然后就是和后方能实时连。所以现在招兵都是要打电动、打电玩打得好。乌克兰就是这样的，乌克兰招无人机飞行员，招了很多这种小年轻，就是也不是小年轻，就是比较年轻的人，玩游戏的人，因为这和玩游戏就非常像嘛。什么拼刺刀啊，这都没这事儿了。我跟你讲啊，我大概是14、15年前，我有一次在那个华盛顿去接人，就机场啊接人，就是那个里根机场。你知道里根机场距离那个 Pentagon 就是1站路2站路，对，非常对吧？非常近，地铁就那么近。我就坐那个地方喝咖啡，我就看4个军官啊，3个男的军官，1个女的军官，就坐在我旁边那个桌，他们就在那也在喝咖啡聊天，我也没留意，我想他们干嘛我也不知道。结果过了一下，这4个人通一下站起来了，就过去了。我一看对方，你知道是什么人？就那种小屁孩，就是中学里面那小屁孩，背一个挎包那种的小屁孩。那4个军人就迎过去了，跟他握手，然后就带走了。我当时脑袋里面咵就开始构，你知道人的脑袋呀，就开始构建这个画面背后是什么意思啊？开始写小说啊，对，就开始写小说。我当时直觉感觉这个人就是一个那种宅男，就是那种刚高，甚至还没有高中毕业，
就是那种游戏很厉害的。最后，我绝对证实，因为我们家小孩就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五角大楼就找他说：“你毕业，我马上请你。这个工资啊，那个人工就是已经是超过一般的士兵的工资，已经那个时候已经8万多。我说这么厉害，我们干半天才10万，你说已经刚他干嘛？他就是在他们那个 local 玩游戏，number one。那他去五角大楼干啥呢？也是就是不是？他是去测试他们的这种武器，就是现在这种武器。因为就是那个叫做那个什么digital division 的那个时代，他们就请了大量的这种像美国的小孩，就是在家躺着打游戏那批人就跑去，所以那个人背个破挎包，那个样子就去。你有没有玩过？你们男孩应该都玩那个电动的那个？有玩过，有玩过。对，我也是在10几年前，我就当时看到美国那些游戏，那小孩玩那游戏，我当时是很难过的，心里头。玩的是挺过瘾，太逼真了，就是那个打的那个枪，就是完全是你端枪的那个视角，只不过你不是端的枪，你是拿这个操控的这个键子，然后你在视频上，我当时看这跟杀人没什么区别，就是整个的那个模拟的那个真实度，那小孩都在玩，他在电视上去，在那个屏幕上去打死人的时候，他去操控的时候，打死个真人和你电视它没有区别，就那时候已经逼真到那个程度了。但是你看现在已经是现实了，对，所以方薇你别笑，还未来的2-3年很有可能，这个很可能是未来的1-2年，真的是很有可能。现在什么游戏都有，这个开飞机的游戏 DCS 非常真实，有的那种很专业发烧的玩家就自己配备，就是对模拟的就和飞机机舱一样的，啪啪啪开潜艇的游戏。对，好，回到今天这个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他的政策嘛，他说除了爱国者导弹之外，他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叫做 top of the line， 就是这进攻性的武器。他没有说是什么，对不对？对，你知道是什么吗？可能会是有可能是 AGM-158，就是防区外，就是你可以简单防区外对地攻击的导弹，巡航导弹。它一般是由飞机发射，比如说 F-16战斗机发射，它的射程可能大概是早期提供的版本可能大概300到500公里这个样子。但是还是回到那句话，这无法改变战场局势，因为类似的武器乌克兰也有了，就是欧洲提供了暴风营导弹，但是欧洲目前还没有打开这个限制，就是说可能攻击俄罗斯境内。对，所以你觉得另外你看到那个关于地狱火，说美国有很多地狱火已经要过期了，要把它销毁，干脆就全部给乌克兰。反正乌克兰好像有个将军很兴奋哈，这个能多少枚，17万枚还是怎么样之类的，17万枚。你知道那个事儿吗？我地狱火箭这个导弹是个什么？我在推特上有看到过，但是首先我没有去 verify 这个事情的这个真实性。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地狱火导弹它是一个射程相对比较近的，它可能可以由战斗机携带，也可以有武装直升机。它最主要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包括海湾战争期间起到很大作用，就是说它反坦克啊，打击地面目标非常厉害。就是空对地的空对地的。但是它主要用来对付装甲目标，但是最主要的携带者其实是武装直升机。那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如果提供地狱火，那可能也要 F-16携带，但是因为它射程比较近，所以说乌克兰是否愿意在这么近的距离使用 F-16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乌克兰也本身有 S-300还有 S-400导弹，所以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就是改变战场局势，或者说它可能会有一定帮助，但是That's it. Yeah. 那美国的装备跟俄罗斯的装备比，这个怎么样？差距有多大？如果美国真的全力投入的话，战场会出现什么？我们这是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美国装备和俄罗斯装备差距非常大我们就以这个刚才说到这个防空导弹为例，就是说俄罗斯这个 S-400目前最新型 S-400，对，号称拦截距离达到400公里，400公里那非常远了，你想想。那个美国的爱国者，那个爱国者2射程大概也就70-80公里，爱国者3可能到100公里以上。就是说你如果单看这个数字，你会觉得，好像俄罗斯比美国要强很多。这也是很多中文简体中文自媒体的一贯的看法。他们很兴奋，因为你安一个这个东西在福建沿海，你可以防卫到台湾的东部海域去了，就跨过台湾岛到那边去了。对，所以美国的飞机不敢来，他们就是这样说，你都不敢靠近台湾了。对。
然后呢？但是 S-300和 S-400系统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证明完全没他说的那么好用，很漏气。我举个最简单，去年就有一个视频非常，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拍摄到的，就是一个导弹 S-400导弹发射阵地，我们先看到多枚导弹依次升空，那就说明俄罗斯雷达探测到美国导弹来了，而乌克兰导弹来了，他们试图拦截。几秒钟过后，这枚美国的导弹在头顶上爆炸，它是集束炸弹啊，覆盖几平方公里，然后把整个阵地多辆 S-400导弹发射车、雷达车、通信车全部摧毁。然后事后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导弹车上面全是弹孔，满目疮痍，然后会发生殉爆嘛，然后现场非常，这是 S-400，乌克兰使用的武器叫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陆军战术导弹的速度大概只有2至3马赫，在导弹里面不算快了。那俄罗斯使用的都是什么锆石啊、匕首啊，号称能达到5马赫甚至8、9马赫，但是我们知道2023年的时候，当时向基辅发射这些都被乌克兰拦截了。对，所以你看，现在俄罗斯也不发射什么匕首，也不发射锆石，他也知道发射这几枚没用，而且所以现在就无人机，而且很贵，还会被拦截，所以就无人机啊，假底怎么样看出来，实力怎么样？对，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军的从参数上啊，是从参数上看，中国的武器啊，还有俄罗斯武器好像都特别厉害，但是他们都没有经过战场的认证。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有实战训练调整过啊。对，美国的那些数字好像那些参数好像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它经过战场的认证，它是非常可靠，非常 available， 就是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就像你买个新车，我说我可以飙600公里，你没飙过。你只是说能飙600公里，我这车只能跑200公里，但是我天天飙，这个玩意儿就是差太远了，这差。按你们这一分析的话呢，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CP 这边呢是说100%的制裁呢，只是针对着中国、印度哈，它也不是直接针对俄罗斯。然后呢，提供的这些爱国者导弹系统呢，其实用你讲话的是战略的意义啊，这个心理层面的意义大于战略上的这样的意义。那今天我看到呢，抨击川普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对俄罗斯的重大声明呢，他就有一个观点。川普那个时候说我24小时停火，然后是2周停火，1个月停火，现在又50天停火，你这个到时候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就永远拖。那你按你这个说，那武器也没有用，制裁对俄罗斯也没有用，那他这个50天的这个停火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川普前半年的乌克兰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很成功的。没有按照川普想要的尽快达成停火，这个停火协议，这可能和川普和普京的个人关系以及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关。因为川普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是来拉架的，就乌克兰俄罗斯打起来，我不管你谁先打的谁，但你们现在不要打了。所以很多人就地坐下。对，你们现在就谁也不。所以川普的当时的一些做法，可能就是让很多人不理解，或者说受到很多人的攻击。那现在这个经过了半年时间，川普发现就是说，所谓俄乌战争停火最大困难、最大问题不在乌克兰这边，就是在俄罗斯普京。是，其实停火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最近1年就2个停火，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不对？人家打了几天，说停火就停火了，也没那么多事儿。你看，普京要停火的时候，要什么？要这个附加了那么多啰里啰嗦的条件。首先要欧盟这样，乌克兰要撤出什么要出，都是你不可能。你看巴基斯坦、印度停火，哪那么多事儿？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这就要停火，对不对？因为印度和不是第二个例子，以色列和伊朗不也是这样吗？刚果跟卢旺达也一样啊，对，3场，对啊，3场就是停火，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我不打你，你不打我，条件等我们停火完了以后再谈嘛。对，从这个事就看出来，就是说俄乌战争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普京不想停火，你和他谈没有用，就像川普现在说了，说普京说了一堆好话就没用，回过头来又炸，晚上回家就炸过来。对。但是我觉得高杰，你刚这个问题好问题啊，我的看法哈，我跟你们探讨，我觉得川普这一招很厉害。我觉得普京是挡不住的，中共也挡不住。我跟你讲我的理由哈，因为什么呢？因为50天之内你如果真的不停火的话，咱们假设哈，川普说什么就做什么的话，100%的这个叫做二级关税制裁下来，中美贸易就停了，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前个月不就是这样就停了，那中共怎么可能 afford 往下这么走？
中美贸易就停了，他怎么玩？一方面呢要支持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战争资源；第二方面再把俄罗斯的石油全部买过来；第三，中美贸易再停掉，中共怎么承受得了？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跑回谈判桌。我认为哈，这是我的看法。你是说俄罗斯吗？对啊，俄罗斯，因为他不停，他没法解套啊，他就一直制裁下来怎么办呢？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吧，其实还是有很多弱点。它到后面呢，当它经济垮掉以后，它后面会出很多问题，有可能，比如说一些边境的少数民族啊，比如说跟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土上的问题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但你想让俄罗斯，你想用战争的方式，或者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啊，让俄罗斯本身这个国家他弯腰，他不会是吧？对，他比较难，这点我也比较困难。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是很奇怪，它是躺在一个富得流油的一片土地上，它除了有石油，它有黄金、有钻石、有稀土、有铜矿，它有各种各样的矿藏，它都有。它还有农地，它的农地的潜力也非常非常巨大。所以俄罗斯人只要认真干活呢，他并不是说会饿死啊，或者说这又发生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你会让他的生活水平降低，但是你不会导致他就是说我过不下去了。这个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古代中国都是自耕农啊，你们国家打仗关我屁事儿，我在家种地这样吃香喝辣的这种感觉啊。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作为一个政权来讲，其实它的未来可能会很危险。就当你的国家经济力量下降，你可能不会老百姓饿死或者怎么样，就算你民族的凝聚力很强，但是它对你的军队、对你的整个这个国防能力会有极大的削弱。那你周边的这些矛盾和你境内的少数民族啊、自治共和国啊，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就开始爆发。那俄罗斯那个时候最怕谁？我跟你讲，绝对不是怕美国，那个时候绝对是怕中国。因为这中国人最有可能跑去抢西伯利亚的这个木头去了。我在这儿先问我们发一个民调哈。那刚才我们分析了很多，川普今天的上周就预告，今天对俄罗斯要做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策和声明。那么这几个关键点哈，50天啊，50天你要停火，然后呢，否则就是100%的关税，加上呢，同时送给17套。大家别小看这17套爱国导弹系统啊，北约一共才30多套，一下子给了乌克兰17套哈，这个手笔蛮大的。那么他到底能不能逼退普京呢？那这个问题你觉得能和不能？请我们的导播去发一个民调，请大家做一个选择哈。好，我们现在下面观众有这个问题啊，各位主持人，这叫9287这位，他说请教一个问题：川普总统说要实施2级制裁，中国已经与美国签订了关税的框架协议，主要是中国拥有稀土的王牌。既然这样，你就是加他500%的关税，1000%的关税，稀土这张牌不是仍然起着平衡作用吗？然后呢，还有这个唐明说，方伟，中国稀土的2级制裁，美国承受得了吗？很好的问题，来，你们什么看法？稀土绝对是一个王牌，但这是可能是中共目前手上唯一的一张真正的王牌，就是稀土、稀有金属。稀有金属会在好几年之内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我知道美国人也不是，也大概是从10年前，也就是现在算，从2016年开始吧，美国人也囤积了很多稀土的材料，号称也是可以用3到5年，所以这个对，就是尤其是国防部，他们也干了这个事，早就干了。这个事情，因为上一次中共对日本禁运稀土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害怕了，就说：“这个东西很危险，我们怎么办？”我们也是买了很多，从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吧，买了很多，也自己把它放起来。所以，就算中共对美国的稀土进行全面控制，它不是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会构成最大影响，最大的影响是很多这个高科技的公司，他们要发展，他们要有东西，所以这一次不是五角大楼急了，是那些汽车公司急了，去找川普的，对，所以这个呢，当然
现在美国很明白，他们也投资了大量的钱啊，也要准备重新开这个稀有金属。美国不是没有稀土矿，我想再强调，稀有金属在地球上一点都不稀有啊，它主要是以半生矿存在的，铜矿、铁矿啊，包括这个锰，还有铅锌矿，这些东西其他的地方都有。很多地方都有，只是它提炼的过程很麻烦，那它要多久成本比较高。你觉得可以打破中共的垄断呢？现在呢，就我认为啊，如果没有战争的情况，就看价钱。这个价格如果升到你现在几十块钱1公斤啊，这个100块钱，你升到再往上升的时候，对于很多美国的企业来，他就愿意去做这个，都冲进来做，他愿意投资这个后面的技术。如果你便宜到这10块钱1公斤，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你哪天中国说好，我不进去了，我又卖给你了，他那工厂怎么办？这是对他来讲。我给你补充一个角度哈，就是前2天上周川普不是把铜的关税提到50%了吗？今天就有一个美国非常大的消息哈，这个因为它的股价就开始涨，你知道吗？你跟着钱走，你就能看到很有意思的动态。亚利桑那州一块呢6000英亩的这样的一个农田，本来是在一个 builder 的手里头，他可能把这个田就将来盖房子呀等等的，它是私人的地方嘛，现在被美国的一个最大的铜矿呢已经买下来了。他们宣布呢，从现在开始就启动了挖这个铜矿，因为现在这个铜太这个贵了，对50%嘛。然后呢，他是打了300多个孔去研究这块到底有多少铜，这个土地这个6000英亩这个里头，发现呢，未来23年每年能产生7.2万吨铜，成本1吨是1块3毛2美元一吨，现在是5块5。啊，这利润就很可观了吗？然后呢，他现在投资，现在开始开矿啊，银镇已经宣布了。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产铜？什么时候？2028年，2年半。所以我看的是2年半，这就是每年7.2万吨就开始产生出来了，就这么快。那他这个分析呢，就在说为什么他这个这么快呢？很多美国的大型的这个稀土矿，除了因为中国的倾销啊等等的，它精炼部分，它美国有2大铜矿，它很多铜矿把它运出去，精炼完了再弄回来，它自己不炼的，因为对。然后呢，再一个呢，就审批手续，它审批手续，联邦这个环保这个东西太麻烦了，这个它这个是私人土地，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它也有环保的问题，但相对来说也要政府卡的没有那么严格。现在因为需要了，就不卡了。对，它现在呢，等于说2年半，人家就大型的铜矿生产已经全部出来了。他用这种方式价格提升，他要把所有什么加拿大、秘鲁那些精炼的工厂全回到美国本土来。所以我刚才你讲到的，就这个稀土这部分。你把美国真给逼急了的时候，美国是能干的，尤其在川普这一届政府当中。所以201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和日本嘛，不就是稀土吗？日本当时本来是90%以上都依赖中国稀土进口的，后来它已经降到了不到70%。现在呢，你价格下来我还买你，实际日本的它在海底和它的储备足够的，所以大家就拖吧。现在如果你中共真的这么干的话，我觉得美国这方面是有办法的。日本东边的这个外海啊，大概1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海底发现了就是有非常有价值的稀土的矿，但是因为它很深了，所以他们现在就像一个大的吸尘器一样的，就拿一个大管子伸下去，稀里呼噜就给你抽到一个船上来，然后怎么，但不管怎么样，它的成本是高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就是对中共来讲。我要制裁，但是我又不能让那个价格高到你们自己去做有利润，你知道吗？他就是到那来我又放，到那我又放，他就要玩这个边缘的游戏，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做法。所以，但是如果你双方敌对情绪已经出来了，就我认定你是我的敌人、竞争对手的话，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的话。他就会做另外的事情，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游戏啊，这个国际政治游戏，尤其是跟资源有关的这个游戏，其实大量的是跟这个它是可变因素太多，就像当时日本人进攻珍珠港一样，
他也可以算到美国人啊，你看几个工厂每个月生产8个飞机，我可以生产几个飞机，然后我打他，他要是超过我的空军，他得用2年半的时间，他的飞机才能超过我。最后美国人可能4个月就超过他了。这个东西一旦这个逼急了，它是生产能力和另外的这个潜能啊，是另外一回事。有的国家是潜能可以迸发出来的，有的国家是潜能是迸发不出来。但美国是没有问题的。上周美国国防部不就是注资15%的这个股份了吗？对吧 ？MP Material 的那个铜矿，它那个铜矿增加之后，我看到它的锡铁，现在锡铁也是90%，接近99%都是中国大陆控制出口的。那这个铜矿呢，它本身就伴生啊这个锡铁的产生。那现在国防部就兜底儿嘛，地板价我保底儿，我收购啊，你就干。对，这个时候它就等于国家力量介入进来去对抗你中共的国家力量、政府的力量了。所以美国已经开始部署这个了。其实我其他国家我不知道，我知道美国的地质勘探比中国先进很多年，是吗？而且它不但是它在地面上全跑完，它是各种用卫星的遥感呢、勘探呢、钻井啊，像你刚刚说打孔啊，我们这个专业说法是叫做这个探井，就是勘探用的这个竖井。打下去几千米，把这个岩芯抽出来，每一段看啊，这个是多深，有一些什么东西，什么，他们都已经做完了。问题在于这个是不是矿？我们都认为是矿，不是矿是一个死的。其实是不是矿，它是跟你的价格有关的。你这个价格低的时候，它就不是矿；当你价格很高的时候，我把它提炼出来，我这个成本。我这个完全可以忽略了啊！它就是矿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土，而且美国有大量的未开发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阿拉斯加，有很多资源是在那个里头。只不过对于美国人来，就是说，第一个划不划算，能不能赚钱？因为美国都是私人企业。那第二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有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对。所以我们回到这50天哈，那子定你觉得？那你看，你觉得那象征意义比较大。那川普这50天的期限，普京会不会退？我觉得普京不会退。你觉得不会呢？那谁石山呢？我觉得也不会。方伟认为可以退。我其实觉得他也不会退。哦，真的。对，因为这是他的，我觉得他理性上他应该退，但是他实际上不会退。这就我觉得两个国家哈，一个是俄罗斯这个专制政权，一个是中共这个专制政权，他就很难去弯腰，最后就变成一种消耗战。我看的就是一场消耗战，会耗得很厉害。那我们的观众现在是200多个哈，你们觉得川普这50天期限，普京会不会退呢？现在是200多票哈，65%的人认为可以退，35%的人不能退。我们3位男的嘉宾呢都认为是3位这个大神级的人物都认为是不太能退，但是我觉得能退呀，这女人的感性哈，为什么？那他当时跟伊朗说60天，然后第61天就给他炸了，他怎么就炸老实了？那你普京50天你不退，我倒看看51天发生什么。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有可能他就会拖，他一直就会拖。我跟你谈，我可以跟你谈3年呐，还谈呢？这次他刚才子定都说了，川普的之前的国际外交政策是失败的啊，一直人家都玩你，对不对？这次连那个川普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不就说了吗？他说：“你看我刚跟普京通了电话，说的挺好的。然后回家之后呢，这个第一夫人说 ，Really， 真的那么好吗？刚才这个这个普京刚刚轰炸了乌克兰，然后这就是他们讲这个对话。所以呢，川普说普京很坏，说话不算数。我知道，就继续玩这个 game 嘛。我觉得共产党国家就当然了，普京那伊朗不也玩了吗？60天他不也想玩下去吗？61天谁想到他真的用 B2 炸了？有了 B2 之后，你认为他还不会出手对付普京？其实伊朗外交部长到最后的言辞都是非常强硬的。对呀，他说他就炸完了之后，他都是表示就是说要先停火，我们再谈协议。就是说他始终是就是说你给我们下最后通牒，我如果接受你最后通牒，我不是特没面儿，我怎么面对我国内的这些这个人？对，普京也这样，普京在国内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接近威权的统治的一个形象。你让他去接受最后通牒，我觉得以他的自尊心不太会。而且俄罗斯这个民族，他就是从拿破仑时代到这个2战时候，就是说你就是打到我莫斯科了，我都不会投降。所以我觉得他从情感上，我觉得普京不会接受这个50天的所谓这个最后通牒。那中国和印度这100%关税，它不停火就要记上去的话，中国和印度一旦退的话，普京怎么支持呢？
我跟你讲，我不认为中国会那么容易的就退，这个。我不知道，我比较怀疑啊，中国政府会能玩的东西很多，比俄罗斯的多得多。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川普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就失信于他自己的一次承诺了。没有，刚才他可以加税，他可以就做，就是继续做，但这个问题本身恐怕火不会停。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就是美国现在能做2个事：第一，军事援助加大军事援助；第二，经济制裁加大经济制裁。你可以这样那样做，这个它就缓慢的一个过程，把俄罗斯 push 到一个极限的位置，然后再达成停火。你像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朝鲜战争其实从第2年开始就谈了2年，到最后。朝鲜和韩国没有一个愿意上谈判桌的，韩国至今没有签字呢，对吧？所以这个俄乌停火现在是差不多川普上来这谈了半年，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对，这个韩战实际上真正打仗就打了半年，就前半年。对，打了半年，然后大家谈判谈了2年半，但是这基本上就是。这后来那个什么上甘岭啊，那些都不属于真的战争，那个就是互相这个阵地打来打去的。大家表态哈，你觉得川普现在已经提出了50天的这个停战的这个时间的期限，第51天到底会发生什么呢？100%关税寄出去，这火还是不停，大家去表态啊。那我再去放开思路想一下，100%的关税寄出去之后，咱们就谈中国，因为印度对俄罗斯它只是购买资源，其他方面的支持目前是有限，加上印度跟中共的这种关系，那么中共加上100%关税的话，刚才下面有一位朋友说，新浪财经啊，这个说呀，现在从7月11号开始，德国的大众汽车宣布永久关闭南京的合资厂，对吧？不光是德国，日本等多家外资都在从中国大陆往外撤，中国的经济呢是有大问题的。好，那我想的一个想象就是，这种中美之间的关税如果再搞100%的话，又降起来了。那如果降起来的话，中国的出了经济问题，中国的甚至是习近平政权都出了问题的话，普京还能挺下去吗？如果那个中国这边完全停止对俄罗斯的这个合作啊，这种合作的话，俄罗斯会出很大的问题。会出很大的问题，对。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威权国家，尤其是集权国家，尤其是个人独裁式的集权的国家，基本上它的合法性来自于它的强硬。只要它一软，它一放软姿态，它的权可能就没了。所以他坚持的，我们看到他并不是说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考虑，他可能更多他摆第一位的是这个人的权利，就我自己的权利还能不能站得住的问题。比如说中共，我们说哎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他凭什么那样你们都好了，所以对共产党就没权利了。所以他的考虑的问题的优先次序啊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考虑的时候，可能说啊，俄罗斯可能打烂了，那你这国家打烂了，但我的权利没有变呢。对我其实也这么看哈。对，我如果在中国这边的看，我觉得信与不信，同样的事情啊，又有幸运的对中国幸运的一部分，又不幸的一部分，因为他真的很难弯腰。他就会觉得说，反正我们吃糠咽菜，当年也打过游击啊，我怕你什么？他就会一直撑下去。所以最终还是要等他的双方的经济荡到底，包括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走改革开放和美国建交，也是他的经济不行了。上周我也讲过，俄罗斯的这个财经的第一把手，他也在讲到俄罗斯现在的经济不要走到当年的苏联，根本不愿这个戈尔巴乔夫啊，那时候的苏联的经济也支撑不下去了。所以呢，对于普京这种强人的话，他认为他还能撑多久，这场战争能拉多久？所以川普的这50天，今天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然后你们还都认为呢，不能起不到什么的作用。那好，那你们怎么去解读今天川普的这一项声明？那这是他的判断而已啊，他认为这样可以，就跟他当初的判断一样。川普其实你看啊，他在这个叫做以色列跟伊朗也好，这个叫做巴基斯坦和这个印度也好，在包括这个刚果跟卢旺达，他都做对了。对，他唯一失手的就是这个俄乌战争。他以前怎么猜错，他以后可能还是会类似一样的，因为他察觉不到被共产党影响的这个普京哈，他的思路是什么东西？我说到这儿是想说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完整的经历过俄乌战争，像我一直关注，所以我能理解，就是俄罗斯包括普京说了一些话，在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那很多西方领导人对于普京都是有幻想的，不相信他会打这个仗。以马克龙为代表，对，当时开战之前，包括开战之后，马克龙三番说：“我今天要跟普京打电话，我明天要跟普京打电话，我要做和平大使。”你看马克龙现在是什么态度？包括默克尔那个时候也是对。就德国和法国，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可能川普当时没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那时候川普不在任嘛，所以他认为他和普京的这个。但是我还是就是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以后，那可能川普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找到了他接下来想做的这个路线吧。哎呀，前两天巴西记得吧？川普这个关税战，巴西不是50%吗？对不对？然后呢，巴西的总统也是比较左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口气多硬啊！我们可以没有义务使用美元啊进行交易，然后呢说这个把这个川普的这个信给我退回去，然后呢什么这个提税啊、申诉什么个多少招反击，然后呢说离了美国我们也能活，多硬啊！对，今天美国 CNN 报道啦，巴西现在要求美国把关税从50%降到30%啊，这不也后退了吗？对，所以我就还是觉得川普巴西的体制是不一样，它不是靠强硬和个人权威来统治国家，它不管怎么样，它是选上去的，它是真的有大选的，它跟那个专制的那个体制的模式，它整个这个政权的来源啊，它这个整个都是不太一样，所以巴西我认为巴西会退的。他最后一定会谈，话讲的可以讲得很硬，但是最后一定是谈的。但是有一些国家，他一旦放软的时候，不是前面的老虎吃它，而是背后他自己在狼群里面其他的狼要吃它，这个才是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问题。对巴西也好，我们说关税嘛，巴西也好，其实墨西哥也是一样，也是左派的总统啊，他们都会退的。这跟这个中共跟俄罗斯不一样。对，其实我希望俄罗斯跟中共有点不一样，我现在看他们越长越像。好，我们现在呢是350了哈，350投票，63%的人认为普京会退的哦，只有36%呢跟你们是观点一致的哈。让子弹飞一会儿，咱们呢继续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川普呢，你认为是川普前一段时间的国际外交策略呢有点失败，但是呢乌克兰政策乌克兰政策啊，我要声明一下，我觉得我插句话，我觉得他有可能回来谈判，但是他一谈就是拖，还是一样，他并不想真正的结束啊。来，您继续啊。然后我们下面有观众呢是说，川普是在精准打击，那我倒觉得是，我也同意这位观众说的，哎，先礼后兵，对呀，我已经做到了仁义尽致了，对不对？你们一个个土话讲给脸不要脸，那我就来点硬的了。那这是川普前一段时间不管对泽连斯基、对伊朗，现在对这个最后的这个战场，他能不能搞定，这是川普的一大重大的考验。很多人都在去说哈，那就今天我们把他这件说出来，但是呢。到底怎么样？咱们继续看。但是这2天我看到，巴西开始在关税上让步了，欧盟啊开始呢说已经准备好了跟美国之间进行各方面的谈判。然后呢，本来是10%吗？那个普通关税现在都跑到15%了。然后呢，川普现在说你们不要乱动啊，乱动就给你加到35%。现在看来呢，基本上关税呢，它的盟友之间其实是软的开始让步了。所以川普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哈，以这种方式呢？逼退这个普京，如果能的话，那川普绝对是太辉煌了。那不能呢，那也就被嘉宾撂对了哈。那我们说另外一个好不好？你们还有没有要补充的这个地方？没有了哈。那我们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和中国大陆人比较有关系。这个事情发生在7月1号，爆发呢是在7月2号，这2天呢冲上热搜呢是在昨天和今天。为什么呢？是山西大同，然后呢这一个叫做卢鑫的女士，领着她的儿子从太原到大同坐动车，然后呢。车上的时候呢，就小孩子表嘛，就是好像是个苹果的那个电子手表，他装到那个袋子里头了。走的时候呢，把这个袋当垃圾袋就放在桌上没带走，那么这个表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女士呢，他们从太原到这个大同呢是要旅游嘛，有景点，她就赶着，她第2天呢，报道说第2天她想试试看，她就给大同的市府的服务热线12345去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大同政府呢非常重视，因为它呢可以定位的嘛，发现呢它就在大同的那个区域当中，然后呢他们推测就在那个垃圾场当中。于是呢，大同政府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在7月2号的时候。找了2位已经比较上了岁数的环卫工人啦。那我们一看，你看啊，岁数也不年轻，就是戴着2个手套，装那个皮靴。那一天
大同当地的气温高达了将近40摄氏度，然后从中午12点40分一直翻到了下午的4点40分，整整4个小时，在高温之下，也是最热的这个时候，翻了8吨的垃圾，徒手就这2个人搬8吨的垃圾，最后把这块表找出来了。找出来之后呢，太暖心了，对吧？所以这个卢鑫女士呢就很高兴，拿这个照片表示感谢。大同政府呢把这个就报道出来了，采访了这个卢鑫女士，说明呢我们大同政府，你看多么响应群众的这个要求，我们弄了这么大的功夫把表找出来了。这个报道一出来，然后呢这个网友就不干了，你知道吗？就把他骂疯了，就大家就为什么就在骂呀，说的一块表你在搞什么搞？这谁呀？你就给他找这个表，然后呢你那个表值吗？让那些人，让那2个这个环卫工人直接干了。最热的12点40到下午4点40是最高温的时候，翻了8吨的这种垃圾，你们要干什么？而且这2个环卫工人的名字提都没提。他说你们这是在拿人不当人的。然后呢，他们说如果你这个事情上去年好像几年前杭州有件事情，有一个小孩听力有问题，有个耳蜗，就那个助听器，那个大概价值20多万人民币那个是全市帮着找出来了。这个我们还可以理解，一块表你才多少钱，你让人家遭这么大的罪，你到底是谁？然后他说你们大同政府太恶心了，就底下这个评论是吧？这个主人是谁？对，所以现在的一切的关键就是这个失主到底是什么人？大家就翻啦，就人肉搜索啊。刚开始没搜出来，还很多人说这一届网友不行啊，不给力，到现在没人肉出来。后来呢，翻出来有2个说法，一个呢说他是深圳纪委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姓卢，叫卢鑫；还有一个呢说是深圳当地的一个区政府的法院的政治处的工作人员，深圳宝安区法院政治处的工作人员。那不是个什么人嘛？对啊。那这个就后来就说话就难听了，就是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那有的网友就说的很难听了，说这女的是谁的马子呀？这话都已经说出来了。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因为网友的这个评论区把大同市底下这个新闻给他骂满了，给怼上热搜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成了今天上了热搜榜，大家都在谈论这到底什么意思？而且大家最讨论的就是天哪！你这么一块电子表你就这么响应，那你咋不响应？我们丢那么多孩子，你怎么不去找一找呢？所以这件事情大同政府无法自圆其说。大同政府说，我们对每一个老百姓的失物招领或者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都能做到这样，这就是我们暖心啊！大同政府暖心的地方，你们怎么看？对，这个这提好问题了哈。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其实是翻墙出来的哈，叫早安中国嘛，翻墙。大家有没有在国内有这样的体会哈？哇，一个市政府，你打个热线电话，我丢了个什么东西，我丢了个钱包，我丢了个手表，哇，会翻到4个小时8吨垃圾还给你。你就是丢个人都不会这么兴奋。我们得说，大家有没有人有这样待遇的？能不能留个言？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我有一个印象啊，就是那个曾经哪一年呢，有一个人在武汉丢了一个自行车，这个当地政府不是很快几个小时10个小时就给他找回来了。是外国人吗？当然是外日国人。本人，当年的日本人，现在估计也不给他找了。对，现在你中国人丢个自行车，你去报警，我估计警察得把你打一顿。他们说现在在广东有个产业，就是说你丢了什么东西，他们会你去有中介，然后中介交点钱，然后中介去找一个黑人一个外国人去报警，然后警察立刻给你找回来。我跟你讲，我是有亲自有这样的一个就我们家里面人啊，我们家儿子上大学的时候，他非要去日本玩，然后呢，他就在上海转飞机的时候，他就跟朋友呢，这个他不知道，他就在这个机场外面一个什么餐厅里面，就是其实也没离开机场，就在机场里头一个餐厅里面吃饭呢，就把他的钱包给丢了，然后他就去了东京，结果呢就很麻烦，信用卡、这个驾驶证什么全在里头，学生证什么都在里头，就只能跟朋友借现金在上海用，好在护照还在身上，就在日本。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又到上海去转机，就是上海转机，他就说，因为他跟我说，他老听我说在中国丢东西你就别想找了，就算了吧。他说他想试一下，因为他们在日本啊发现这个丢东西都可以找到，他就去在上海的那个浦东机场，他就去找。结果呢，别人还有个警察还真跟他说，
哎，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个钱包，我还记得啊，这个警察说我们后来交到哪个派出所了 What？ 啊，对，但是呢，你在机场对不对？我不在机场，不是这个丢，这个人他在机场丢的对吗？对对对，在机场报警的对吧？对，就是在机场报警了，机场就有派出所，他为什么要送到别的派出所？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机场可能很大。说是那个机场的一个失物招领，先放的这个地方没有人的话，就一层一层，最后就放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就说要过去呢，要大概1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来回啊？他就看时间，我这转机马上上飞机，我来不及了。然后这个我儿子就说这个你能不能给他打电话叫他送过来？打电话那边就怎么都不行。最后他。美国长大，从兜里把最后的剩下的$100掏出来，啪拍桌上，没有拍桌上就给那个警察说：“你帮我找回来这个钱。”那警察说：“你跟我来。”开着车就带他去了，去了以后还真给他找回来了。后来回来他跟我说：“爸。”你说找不到，我找回来了。我说你对不起，你拿美国护照是不是？你拿美国护照加美元是吧？那不少啊，主要是美元，对吧？100多美金，也得700-800呢。因为他的信用卡，他的什么都在里面，所以就奇迹仍然会发生。对，要么你有很多美元，要么你是谁的马子。要不然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哈，这个也是真事儿，这就是我旁边的一个朋友，他呢也是回国，我就不说从哪个国家了。回国之后呢，真的是一个包，也是护照。等等都在一个包里就没了，丢了。但是呢，我这个朋友的家人呢都是公安系统的，什么刑侦队队长的、警察局局长的，都是这个衙门口的。一听就把我们自己家亲戚的包弄走了。他说：“你等着，几个小时之后，原封不动包就送回来了。”你怎么解释？能不能找到？中国能找到东西，绝对能找到，绝对能找到。但是有人、有钱、有关系、有地位。我自己就有朋友就是在我们不说哪个省哪个城市了，在某一个城市里面，就是这个，就是这种黑社会，就是这种团伙里面的头目。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啊？对，我是认识很多。你要老实交代一下，为什么认识这么多这样的人？对我曾经这个我曾经在他们组织混过是吧？因为我曾经身上没钱的时候找他说：“哎，找点钱来。”他就把那个床垫一掀，哇，下面全是现金那种的，就那样的人，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跟我讲过，他说这个全部都是团伙，每年或者每过1-2年，公安局的人就会告诉他，所以我们要严打了。我们这一次严打，像几号到几号，我们的目标是要抓，比如说扒手，或者我们要破什么案子，要跟他讲说这段时间你们的那人要小心了，所以他就会下令，他下面的人呢就全部都就退回去了。但是他会告诉警察，因为他们才同行和同行之间很厉害的，他会告诉你在火车站哪个旅馆里面住着个什么人，这家伙是一个偷，就是这你可以去抓是吧？偷东西，你们可以抓他。然后在哪个地方住的啊？有2个，一男一女，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什么，他会告诉警察，然后警察就去把那些人抓了以后，然后就上报。我们专项行动取得巨大的成绩啊，如何，他就都是这样的，全是这样做的。所以你说在这个时候，如果假设我们套到你刚刚那故事，你那个朋友他的那个家人打个电话给公安系统的嘛啊，给我这个朋友这样的人说，哎，我们家人丢了一个钱包啊，怎么回事？你他这个人一定能找，就算他不能找，他也知道大概是哪伙人偷的，哪儿丢的，怎么个方法丢的，他大概可以判断你那是哪一伙人偷的，都知道，他就可以给你找回来。绝对给你找回来，而且这个找回来，通常我不知道你那个朋友怎么样啊？视乎情况，通常是找回来说，哎呀，我给你找回来了，但里面钱没了。没有。一般事主呢就说，哎，钱没关系，东西你拿回来就行了，证件啊什么都拿回来。那意思大家很清楚，这钱就当这个啊，就拉倒了。但是如果你势力很大的话，那他钱都一起还给你。他就凑钱，他也可以还给你。我告诉你，所以这个在中国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但是你怎么就套到这个深圳的这一位呢？
就说他是外国护照，或者是他真的有很大的势力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最让我诧异的是，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共土地上经常发生，就是让我不解，他竟然把这个事情宣传出来。就是用上海话讲，是要脑子瓦塌了，就是怎么能想到自己把这个宣传出来找骂呢？就是，那就有可能他真的是这个叫做事主哈，丢东西的人，那真的是一个超级大人物啊！对，是不是啊？就现在能看一眼报纸啊，对，留个好印象。但是你不能否认啊，你不能完全否认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脑袋市政府这个接什么1、2、3、4、5什么热线的人。或者是某一个副市长听了以后，脑袋突然来劲儿了，说我当个成绩是吧？对，或者是如果他能定位定到那个地方，那个事主说不定说，谁找出来我给他800块钱，那你就找两个人，你们我们就知道肯定在这一大堆垃圾里，你们俩翻出来给你们800块，那真的可能会有人干，这个也有可能是吧？这也有可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报家门，我是哪条线上的，我是谁什么人的什么人，我是怎么样，或者干脆就是由另外那个人给你打个招呼啊，这个你要帮忙啊，这个小孩里面有很多健康的信息，你要帮他找出来，那地方政府也会去干，也会去拼命的去想办法，这个要做这样事。一般中国政府，尤其现在还管这事儿。哎，以前你记得以前那个上海有个游客哈，在西藏什么是叫做什么来着？哦，对，出了就是犯病了啊，对，犯病了要有血，哇，直升机啊，就是花多大的力气去救他哈，他最后也把它宣传出来，对不对？对啊，非常感人的，然后人家网民就问了，他谁呀？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待遇？挖，最后就挖出来又是一个，就是当然最后没有确认是谁哈，但是肯定是有重大官方背景的这么个人。所以今天大同的这么这一块表啊，就是挺考验大家常识的。那我们是这么去看的，而且都是亲身经历的，都是自己身边所经历的事情。那您觉得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士吗？那这样的一个大同政府真的是响应百姓的号召，打热线，然后就什么都给你找，连一块表都翻了4个小时去找吗？那这个卢女士呢，她自己说啊，她也包了一个小的红包去谢谢这2位环卫工人，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环卫工人是拿钱激励的呢，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名字没有体现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事情呢有那么多的蹊跷，而且当地高温哦。对，这个事情其实很容易解决。咱们真要来这个找到答案的话啊，现在是大同市星期2早上8点38，对不对？大概过半个小时就上班了。我们打电话说我掉了个手表，你看他给你翻不翻，怎么给你反应就知道了哈，是不是啊？1、2、3、4、5嘛，是吧？Anyway， 你这个可能我估计他可能最近这2天收了好几个电话了，你这个不是第一个了。中国网友是非常有天分的啊，但是整个这个事件啊，这个最大的热点、最重要的重点不在于这个事情的真相，而在于网民的反应，就老百姓的反应。这就是典型的叫做塔西佗陷阱。就中国现在我就不相信你了。对，就是说你做好事做坏事，我一概就不相信。你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怀疑。哎，这个背后你想干什么，是吧？它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说现在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共现在走到一个非常末路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所有的这个体制，所有的社会，你要想治理，要想能够良好的运行，要想有一个良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信任。没有信任，一切都没有。你说我给你200块钱，你帮我干一个什么活？你如果不信任我凭什么呀？你先把钱给我拍给我再说。然后我说我凭什么给你啊？我给你钱你不干怎么办呢？事实上中国就是陷入到这种情况，包括街上倒一个老人，这个你去或者是什么车祸或者怎么样，政府和民间，民间和民间，政府和政府，官员和官员之间。Nobody trusts nobody， 是这个反映出来的才是中国现在社会最大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而这样的一个社会，你怎么往下走？这是非常非常困难。这个就是著名的，到了
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有很多陷阱，很多陷阱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到了这个陷阱塔西佗的这种情况的话，已经这个基本上是已经穷途末路，走不下去。我觉得咱们今天谈了2个话题，对不对？这2个话题，我觉得有可能最后会碰到一块儿来。一方面就是这个社会不断的这个失去信任不断的重复这些非常荒唐的这些场景我们每次节目都会讲到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俄乌战争它最后会把中共的经济实质拉垮。对，因为他为了面子嘛，他最后就硬刚嘛，刚到最后自己就会垮掉，垮掉之后这2个碰在一起，最后就会生变。所以我觉得往下看呢，我觉得真的很有看头往下看，少则几个月，多则1-2年。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变，因为当经济已经撑不住的时候，所有用钱罩住摆平的东西，它都摆不平了。中国就会变。所以中国或者是世界发生大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一旦中国发生大变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那个时刻来之前呢，9月15号到9月23号，我们有一个美西之旅我们趁着一切都在太平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呢去看一看美西的这种美国西部的这种壮观的景色。而且呢，这次是非常难得，我们呢是很难。其实我们能凑到一起做节目非常的难。那现在呢，有方伟，然后呢有唐靖远，有李大宇，有李正北京茶馆的，这都是时评人和非常搞笑的这样的一些网红们。还有人问，你让我去好，我也去然后呢，现在还有人问石山有没有石山要去所以石山呢，刚才就回家去请示领导嘛，结果花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节目都迟到了。我们告诫和我还得去替他照这个场子，是不是？都来晚了但是还有人问石山去不去所以石山你得要跟我们大家有个交代，你到底去不去9月15号到9月23号？我现在交代，我现在基本上我是这个那个原则上，基本上，你怎么变得像？基本上原则上，基本上这个很大可能原则上，我是真的非常想去，我非常想去。石山的，我只要能安排下来，我一定去，好不好？石山有一个愿望如果有50个观众点赞，石山去你也去，他就把他拱去了。所以他为了满足50位观众对他的这种肯定和期盼，所以大家赶快报名明天呢有一个很优惠的最后的一个日子。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一个公益性质的。了解方伟的、了解石山的都知道，大家是真的是20多年这样的一如既往的在向中国的讲述真实的新闻。所以呢，这一次的公益性质的平摊一下成本，那么大家呢赶快我们一起呢去做这件事情。好，方伟。对，我得说一下这个旅游本身当然这个大峡谷也好这个叫做黄石公园也好，那么很多人都有去过，我也去过，但是我去的就是有点蜻蜓点水。但这一次因为我们昨天下午嘛，跟导游仔细去谈了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推敲。我们不是仔细谈，我们是在仔细的上面又去加了很多的精彩的瞬间，3-4小时的讨论。对，就是说这个旅程的特点是什么？它虽然是一个自然风景的一个旅程它是一个叫做 culture rich， 对，就是很多的文化元素在里头。因为这个整个一路上一直走到从这个大峡谷一直走到这个拉什摩尔山这个总统山，这背后都是当年的美国的故事，包括美国西进的故事，那么当地印第安人的故事，美国的文化的一个形成包括历史上白人跟印第安人的关系，后来又怎么检讨等等之类的，都非常有意思。对，除了这是导游那边，我就知道导游有很多的，他说我说你把你的故事给我写下来我要知道大概一个脉络。当然我们每个主持人呢还会去准备我们的故事所以呢我们会在一个很好的场景有一个难忘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恢宏的一个背景，是不是和石山和方伟一起做节目我们早安中国呢就想在那个叫做一个巨大的叫做什么来着悬崖边上我们来做这段节目就刚刚那个大碉堡，对，那个鬼子碉堡，我们到那儿去看在大峡谷的落日，那是非常壮观的景象。大家都知道石山是有这种地质的背景的，然后呢曾经在西藏考察过。不是考察，工作过，所以告诉给我们，你喜欢到大自然里边去看这种自然的风景吗？对，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你推荐大家去吗？去就是自然里面。对，我跟你讲，所有的自然的风景都是非常值得去的。当然这个我的出处，我的想法跟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因为其实我是只要一个人，我能够在大自然里面，我就会放松，就平静。所以这个就很奇怪，所以很多人像我老婆就说：“你以前肯定是个修道的。”
肯定是躲在山里面不出来那种人啊，怎么样？反正真的是他每次都说，他说你怎么一到这个大城市里面，在人里面啊，就显得很笨啊，你一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活了啊，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叫这些名字现在改成叫石山。这么来的，是这样来的，叫山人。就是神仙的仙字了，当然这个开玩笑了，就是这个是人和自然是可以沟通的，是真的是可以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喘气，这个呼吸啊，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当然你要真的是去放下杂念才行。但是我自己说句实话，最近这20年我已经基本上没有这个感受了。我年轻的时候绝对有，我可以一个人坐在这种原始森林里面坐8个小时，我真的坐在你说在西藏有时候那些河啊，可能几个月都没人去的，有个河滩就在河中间啊，那个景色非常漂亮，我会带一个馒头。就去那个中间坐在那儿，然后可以待8个小时。哎呀，那个感受到了什么？那个感受是你不知道，你会到某一种状态呢，你这个自我意识慢慢模糊啊，你跟这个大自然呢这个边界有点要消失，这个感觉非常美妙，太棒了，那个感觉。我总是想找回这种感觉，很难，说实话很难。在现在这么多事。搞着搞着，待会儿那节目怎么办？一想就完了。在美国西部大峡谷那一带呢，被称作是能量最强的一些地方。很多在美国人一去打坐哦，很多人都到那里边去感受你所说到的那种天籁，那种融于自然的那种感受。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在香港啊查过一本书，这是美国的一个人写的一个美国的事情。他是说美国有一个小孩，他是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东西啊。结果这个小孩呢，就有一次得了一场大病，病了以后呢，这个他爸爸妈妈天天在医院里面陪着他。结果过了2个月好了，然后呢，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他说我见到了8个人，天天陪着我，在房间里面。那他爸爸妈妈就很奇怪，说什么8个人呢？就说你那小孩会画画，就画下来了。画下来以后，他爸爸妈妈就看这8个人，你不像美国人呢，就到处找。有一次终于给他对上了，你知道是什么人吗？方伟石山。这个8个人就是跟那个中国传说的8仙对上了，7男1女。他送在什么地方去了？就是在美国的医院呢。他是个美国人，就在美国。然后呢，你这说明什么呢？然后就是说，你知道中国人说这8仙最后跑哪儿去了？啊，8仙过海啊，西方去了。8仙过海啊，各显其能啊，对啊。到美国来了。过海是过哪个海？过太平洋啊。所以你真能解释 ，OK。不是过南海吗？不是过太平洋了。就是这个。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就把这段故事写在那个里面了。你说这个能量很强啊，就是这些修仙的人，他们都会去找能量特别强的地方去修。他们说那个小孩就说这8个人就住在 Rocky Mountains。你说这就是你们是要去，我们就是要去那个后面的高原那儿了。哎，石山，我再给你讲一个哈，很多细节我都没告诉你。你不是学地质的吗？我们在大峡谷，你去过大峡谷没有？我去过，但是震撼不震撼？非常震撼。和你的西藏比，震撼不震撼？对，很震撼啊，各有其美，对不对？这一次我们要去领着大家去经历在大峡谷里边，在地球上被认为最古老的岩石的那个隧道，吸引不吸引你？吸引，很吸引，我必须吸引。所以呢，如果没有50个人报名的话，看来石山是不太想去哈，所以大家都要鼓励鼓励哈，赶快报名，咱们拉着石山一起去，因为家里领导呢不批，如果有50个朋友去顶的话，领导就必须得批了，节目也不会迟到了。所以下面有这个连接，然后呢，截止到明天哈有一个优惠，您就告诉您是哪个主持人的粉丝，你喜欢哪个主持人哈，你说我就来顶他，那你呢就我们一起去找8仙去。
好呀，然后我们有黄石公园，我们一定有2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更重要的是想跟粉丝、跟观众朋友们的一起互动。我知道咱们这里边藏龙卧虎啊，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故事，每次都在节目后面留了很多的故事。等有机会，我们都要拿出来给大家讲。上次还有一位朋友回忆说，你们在讲的这些故事，让他回忆当时他出国的很多很长，找时间再跟大家去分享哈。那么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那我们真希望呢，到那个时候咱们一起碰撞出这种火花，去感受天地之间的天籁之音，去做到天人合一，同时呢去做这种思想的碰撞。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和什么人在一起，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石山赞成不赞成？没错。所以跟石山在一起会见到什么样的世界呢？可以看到石头的世界。和方伟在一起将会一个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所以欢迎大家呢，在9月15号到9月23号与我们同行，咱们一起去看世界。报名电话呢就在这个下边啊，报名的这个网站，赶快去报名。我们一共就80个位置，一共啊，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朋友还有家人都要去，那个位置可能就挤得更少了。先把这些位置给您，让我们一起呢去做一次这样的旅行。有人问明年有没有啊？明年有，也绝对不会是这个路线，而且呢，明年有也绝对不会是这么多的主持人，太难了，凑到一起，这已经克服多少？刚开始方伟不能去，我不能去，石山也不能去，现在我们这个 team 也在越来越大，大家都想去，所以报名的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或者到网上赶快去报名，占一个位置。子弟也要去吗？就等着你了。要是去战场的话，我去。那个地方有要做一个什么美国内战之旅，我们从这个南部的这个第一枪啊，对吧？对。Summers 这个萨姆斯堡开始。对。8月份的建国之旅。是建国之旅，建国之旅有几个战场哈，有几个战场。不过专门有古战场的话，也是一个好主题啊。对，我们以后吧，女生不去了，都男生去吧。而且那个必须自己自备南军或者北军的服装。欢迎这次哈，女生也去，而且黄石公园呢，一直说它那个地质现象非常不稳定，很有可能就关园了。那这是我们要在这之前去看看，那是绝对世界唯一的那么一个奇异的地貌。那大峡谷呢，我去过2次了，我这次去我还要去，而且我要去到下边那个落日，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去看那场落日。那我们的这个导播他一直在坚持这一点，他说你不知道那有多壮观，他说他会给你们每一个人留下一生当中深刻的一个记忆的画面，我相信这一点。我就唯一的担心就是我怕我爬不回来。那您下去以后爬上来的时候惨了。那您就看不到那个最古老的岩石了。对。好了，方伟，我要锻炼一下才行。好的，我想哈，是一个跟您平时玩的这个走的旅程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旅程啊。我想一生中很少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觉得这是一段很值得大家来一起走的旅程哈。各方面我们都在做精心的准备。好，所以呢，大家就做个决定吧啊。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啊！我们一起来，还可以啊。9月15号，天也不那么太热了，有美西是最佳时间。7月8月太热了，那沙漠里边简直热的受不了，燥热的。9月份一早一晚就凉快很多了。好吧，那今天就这样了。好嘞，报名的就在信息在下面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到这儿啊。然后星期3再见喽。好，谢谢子丁，谢谢子丁，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谢谢，下次再见，拜拜。